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嘉宾到场，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下赞，并且呢，记得了今天持续要在留言区写下热推2个字，或者是帮我们按下热推键，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的。那希望得到我回复的话，留一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也会亲自的来做网友的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此刻美军的机炮狂扫伊朗的油轮，但是川普不是才说双方已经要和谈了吗？还有这个14点的备忘录，现在说是不是会谈崩了呢？纳坦雅胡看到这个美伊现在战事好像有要往比较平稳的路线去发展了，于是急着见川普要阻止美伊停战，能够有效达成他的目的吗？另外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要正式进入伊朗的新规定的时代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中东战火，大家说，是不是有可能画下句点呢？还是只是换一种打法，变成是更危险的，一边谈一边来打？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一下解读，因为呢，川普大肆的宣告说，伊朗已经快要同意达成协议了。难道现在大家在看和平协议的曙光出现了吗？这一次呢，其实美伊谈判一共是谈成就这个和谈的一些细节，特别有提到几点重要事项。是说这个是14点的备忘录当中，美国说美国说会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并且呢释放先前他们冻结的资产。双方现在也说要一起解除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并且来自于美方的说法说要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暂停或冻结浓缩铀，但是伊朗会答应吗？好，我们再来看到这边看起来是谈得不错，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另一方面美国却有军事的动作呢？原因是我们特别看到的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在荷姆兹海峡对伊朗的油轮突然间又开火了，被大家视为说你嘴上说要谈判，但是为什么私底下军事的行动、军事的封锁到现在还不停下来呢？于是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总统非常的愤怒，他说不可能在极限施压下来谈判，他还说美国的条件都只是美国自己单方面的愿望清单而已。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美伊现在谈判和谈在即吗？纳坦雅胡可是着急得很，因为呢，根据了解，他事前并不知道美国是否准备要跟伊朗达成了这一场协议，于是他赶紧找川普团队来会商，怕华府会偷偷的停战，那他就会无法接受。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伊朗的政权只要没垮，核能力没有被彻底摧毁的话，这一场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就不算是成功了。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的？川普放话，如果伊朗不接受14点的中战备忘录，美军就可能重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那么，川普的施压真的能逼伊朗低头吗？还是有可能让中东陷入更大的战火当中？赖老师，我觉得陷入更大的战火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因为伊朗的有价值的军事目标，事实上是炸无可炸也就是说，伊朗可以炸的军事目标，如果按照川普所说的，他们已经炸了1万多个，那至少有2000多处的军事基地都被炸毁了。那这个是这个在表面上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所无法摧毁的，就是它放在山洞里面的这些导弹的导弹库，还有导弹的基地，还有无人机的无人机库跟基地等，这些是美国没有办法用轰炸的方法可以炸毁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要炸军事目标，它本身已经没有目标可炸。但是伊朗如果要炸美国的军事目标，还是有目标可炸。因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都还在，那一些军事的物资、设备、装备、设施都还在。那伊朗并没有完全炸毁，所以美国如果要炸伊朗的军事目标，真的是炸无可炸，那想炸的炸不到，然后已经被摧毁了，再炸就没意义了，那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了，那就是浪费子弹而已，浪费昂贵的炮弹而已。但是伊朗的反击会让美国受不了，这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好，
那如果说要把这个军事目标往外扩大，那就是以基础设施为主了。那主要的就是桥梁，就是发电站，淡水净化厂是不敢造的，因为第一个，伊朗它并不完全依赖淡水净化厂，它80%左右是一般的水库啊，我们的自来水厂就可以。那也就是说，淡水净化厂对伊朗来讲依赖度并没那么高。可是问题是，如果美国去炸伊朗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发电站、包括桥梁等等，那伊朗对于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反击，那力道是美国所承受不了，也是不管是以色列或者海湾国家所承受不了。所以，如果再用这种威胁要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它的效果是很低的了。这是我个人认为战火在扩大的可能性不高了。是。第二个，这个威胁的效果不高。然后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啊？并不能排除。为什么？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双方是越来越有共识了，越来越接近协议了。那您看到了，也就是所谓的用解除封锁赫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停火，目前看起来已经快要成型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要伊朗完全解除封锁，那美国就必须要完全停火，而且美国也不能对伊朗有任何封锁。这个部分已经看起来共识是越来越接近的。那最关键的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可是浓缩铀，伊朗不可能达成美国所要的，是因为川普要浓缩铀交给他，那这个不可能，伊朗不可能把浓缩铀交给美国。那伊朗，我觉得不能排除他把浓缩铀交给中国大陆或是其他的，像俄罗斯，这不能排除。是。但是另外一个有关于稀释这个浓缩铀的问题，看起来也越来越接近了。那也就是说，本来美国是要求20年，伊朗是5年或10年，现在往10年或是15年的方向来推。那这一点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那接着就是浓缩铀的稀释问题。我倒觉得这次伊朗的外长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谈到中国的态度很明白，不能发展核武，这是底线。那我想在这个部分中，伊朗也承诺了。那因此浓缩铀的问题的解决也不是没有解方，所以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好，所以几个美伊和谈这个之前争议比较大的点哦，现在好像稍稍都有望可以达成一些的共识，不管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解封，或者是有关于这个浓缩铀的问题。那同样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另外就是有没有可能本来已经快要达成一定的这个和平谈判，但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吗？这个纳坦雅胡突然间又跑去找川普的团队，是不是要阻止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共识达成？那有没有可能再一次的把美国拖进这一场战争当中？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14点终战备忘录，他们就是一页。1 page 的 MOU， 而且14点，那这个其实很符合川普的商业谈判技巧。可是呢，又有一些点、一些项目让你觉得非常具有吸引力，难以拒绝。如果你要全接受，它会是个投降书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一些点它变成一个橄榄枝？伊朗现在正在看。我看，据说媒体讲 ，CNN 讲，伊朗大概要在5月8号的时候会有答复，这是川普在5月6号所提出来的。那里面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哈，我们来检视一下。第一个，他针对浓缩铀，他说12到15年你不可以发展。那本来美国是要求20年，伊朗是说5年。对。然后呢，浓度他都没有讲。对。现在的你把它运出来给美国或到第三国，所以有第三国选项。对。然后呢，你必须要接受联合国闪电式的检查。这个其实如果真的运出来，就运出来了。所以这一点哈，我觉得伊朗对它是有吸引力。但是呢，没有谈到的东西啊？那你接下来可以发展多少比例的浓缩铀？伊朗曾经说，至少你要让我发展3.6%，那当然就是用在核电的。那第二个就是美国愿意整个解除数百亿美元的制裁，同时解除对能源的封锁，这就是对港口的这个封锁解除了。而且大家就宣布终战，然后呢，我们进入到30天的，就是说协商的窗口到西部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跳过这一次1页的 MOU 啊，你等于就要面对我全面性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内塔尼亚胡就看到这个14点呢 MOU，
因为很快嘛，因为只有1页嘛，你一下子看过去，发觉不够，我要加码，所以他还要安全加码，因为他说不行，他要完全承诺不可以发展核子武器，要把相关的核子设施完全摧毁，因为在14里面没有提到这一个项目。我个人认为哦，川普的14点中战备忘录没有提到核子设施或核武。根本上，美国的情报已经知道，伊朗在这个方面其实已经被美国炸得差不多了。而且伊朗这方面一直以来他没有真的想去做，而且同时，如果你控制它的浓缩铀有联合国的检查，又有第三国的运出的话，其实大概他走核武这条路，大概就可能不容易了。那可是以色列在这边的加码提到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为以色列安全在着想，他其实是在搅局。这根本就是搅局，因为这个逻辑就很清楚嘛。可是以色列说啊，那我的安全是因为我们当初打他是说他可能很快的会用核武攻打以色列，你看这种话就随便他们2个人讲，对不对？那现在内塔尼亚胡要加码，那变成搅局的情况之下呢，伊朗会可能觉得，美国提的14点里面其实是漏洞百出，那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那是不是伊朗的就愿意承诺，因为他都没有提到赫尔姆兹海峡的封锁的开放，他把它当作这是想当然尔。那事实上，伊朗也开始这么做，只不过是伊朗有它的管理制度。所以这14点的中战备忘录另外我也觉得可能就是在川普前往北京之前。川习会之前，先要把伊朗再搞定一下，不然我跑到那边要去跟习近平去要求，那我这个大国的面子就摆不下来，而且我就变成中美共治、中美共管，然后呢，中美共同协调伊朗问题的处理。可是我觉得伊朗可能现在短期内不会这么明确的回应，他就让你川习会去讨论，因为他觉得中国会比较站在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离这个川习会的日子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5月14、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4哦，就是川习会正式要召开了。那川普这时候很急着，希望能够赶快解决有关于伊朗的问题。那在同一时间，我们来看到，确实哦，现在双方还在对峙之下。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中国也就出手来做斡旋了，确保荷姆兹海峡在这边至少要能够通行的好吧。那王毅就在北京会见了伊朗的外长，要求说，这个伊朗啊，你要恢复在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确实，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哦，这一次就是非常的果断，就同意中国了，直接宣布说他会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他还是有列出一些新的规定，希望这一些船只能够采纳新的机制。这当中包括他说要新设波斯湾的海峡管理架构，那船只你要来之前必须要先得到来自于伊朗的通行许可。然后伊朗还会指定你可以行驶的航道，如果偏离这边伊朗说会遭到我们来自于伊朗的处置。代表荷姆兹海峡未来会安全吗？还是这一次是因为中国所以才可以让伊朗这套荷姆兹海峡的新制成功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美国这一次的这个自由航行的计划可以说赢了一场战斗，但是输了整个大战略地缘战略都整个输掉。为什么我说他赢了一场战斗？你看他用 F-18战机对这个伊朗的舰艇来实施机炮扫射。除此之外，在前2天他也说这个集成了7艘的伊朗布雷的小船那虽然说伊朗曾经用导弹攻击美国的驱逐舰。但是我相信是没有打到了这个可能美军这个舰艇的作战能力来讲的话，它要拦截这种导弹，你除非是超高音速导弹，除非是饱和式的攻击，不然的话要伤到美国，要打到美国的驱逐舰，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有反舰的这种反导弹的拦截弹另外它还有方阵快炮，可以在近坡的时候将这些导弹这个摧毁掉所以我认为说是在战斗方面，美国确实是赢了，可是，在战略方面却是输了，因为这个整个自由航行的计划，总共实施不到这个36个小时，川普自己就喊停，代表他做不到嘛？为什么他做不到？因为所有船东都不信任你讲的那些话，你讲那些话，你到底是要护航还是不护航？你只是用战斗机可是我们船经过，毕竟在水面上面，你必须有军舰来护航。那你如果说我真的过去，那打你美国军舰。伊朗打你美国军舰，他可能伤不到，可是打油轮，他确实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问题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谈判来解决。
那我看到美国用这种用强力、用军事威慑的手段，想要逼伊朗就范来开放荷姆兹海峡啊，但是伊朗可以看出来，他完全不就范。这就说为什么我说美国在战略方面它是输了，反而在大战略方面来讲的话，我看到最大的赢家反而是中国大陆，它变成最大赢家，因为我们都晓得，这个伊朗的外长阿拉吉他这个他整个出访的行动先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到阿曼，最后到俄罗斯，然后现在到了中国，跟王毅见了面。那谈了什么？我想说，一定是有关荷姆兹海峡开放，还有浓缩铀处理的问题。那中国立场态度一直是很明确，就是说他不赞成，他也不希望说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发展浓缩铀，发展成核武。那全世界又多一个核武国家，那对全世界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那有关荷姆兹海峡开放，我觉得中国一开始的立场讲的就很清楚，不管是美国或者伊朗都不应该封锁荷姆兹海峡，它毕竟是公海，毕竟是关系到全世界的一个能源会影响到全世界经济的通膨的这个的影响是，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讲得很清楚。我想说，在这场会议里面，他跟王毅跟阿拉吉见面，大概把中国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中国可能也会给伊朗一些安全的保障。怎么讲呢？因为伊朗现在最担心就是说，我都答应你了，我减少浓缩铀，那谁给我一个国家安全的保证？美国我不信任了，俄罗斯对不对？讲话我也不敢相信，他现在毕竟自己还面临跟俄乌战争，那是不是中国在这方面有给伊朗一些，就是说你浓缩铀减少或者是开放荷姆兹海峡，那我可以让美国答应某一些条件，那答应什么条件，就等下礼拜川习会的时候，我想说习近平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跟川普提出，你应该要给伊朗什么样的保证，人家才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这个折冲协调最好的一个结果。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